男孩的第一次并不美好，因为对象是他的继母。他原本的计划是将继母直接掐死，可谁知继母竟将手伸到了他的胯下，暧昧的气息让他瞬间上头。在这一刻，他只想占有眼前的女人。男孩名叫大卫，年少时的他失去了母亲，致使他的性格非常忧郁。他总喜欢偷窥别人的生活，用着妈妈的化妆品，画着奇怪的妆容。只是他的行为不会有人理解，甚至不知道他究竟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在他母亲去世的那一刻，他的生活就失去了色彩。原本他还有姐姐陪着他，可是姐姐考上了大学，也即将离他而去。在姐姐的庆功宴上，继母挑逗着大卫紧绷的神经，他故意聊起了和大卫父亲的过往，一时间挑起了大卫的怒火。看着父亲和继母有说有笑，大卫怒火中烧，直接以粗鄙的话语反击了回去。Probably thought you were a prostitute. 大卫认为是继母害死了他的母亲，继母和父亲总是你情我浓，两人感情越好，大卫的心里就越痛苦。而就在今天，姐姐也离他而去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家里就剩下他们3个人了。继母为了将大卫赶出去，想让他出国留学，只是大卫知道继母没有那么好心，他让自己离开，为的是能独吞父亲的100万家产，甚至他会在大卫不在的地方和老魏卿卿我我，偷偷的绿茶婊。大卫对继母充满质疑，他拉出老魏对峙，老魏也向他说出了真相。大卫的母亲因吞服大量安眠药而去世，只是人死不能复生。大卫苦于没有证据，他将母亲出事当天乘坐的小船翻了过来，他发现船底有人为破坏的痕迹，这更让他确信母亲的死不是意外。可这还没完，继母还在一步步刺激着大卫的神经。他找到大卫写的日记，将里面撩人的话语读了出来，里面全是大卫对继母的渴望。大卫想要将日记抢过来，继母不肯，两人陷入了争执。大卫被继母一步步撩拨，陷入了他的温柔乡中。男孩有深深的恋母情结，趁着父亲不在家，男孩偷偷打起了继母的主意，和继母上演了一场母子情深。只是大卫一直以为是继母杀掉了他的母亲，这次又和继母不清不楚，他没有脸面待在这个家了。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离乡的火车，掰断了电话卡，切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，成了一个浪客。只是流浪的日子注定不好过，他身无分文，只能在外漂泊流浪，甚至还被警察当成流浪汉追捕。好在他有丰富的爬树经验，爬上灯架逃过了一劫。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在一天早晨醒来后，他看到了一个酷似妈妈的女人。大卫一度将这个女人当成了他的亲妈妈，他一路尾随，来到了酒店，见到了这个心心念的女人。女人名叫安娜，她在负责酒店的后厨工作。大卫为了接近她，应聘了后厨的杂工。虽然这份工作又苦又累，但一想到能接近安娜，他的身上就充满了动力。看着安娜离去的背影，大卫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他一路跟踪，终于知道了安娜的住处。在工作之余，大卫常常会偷窥安娜的日常，企图在这个女人身上找到母亲般的温暖，甚至会在下班后偷偷来到安娜的家里。他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对安娜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，有时也会爬上安娜家的房顶，偷窥入眠后的安娜。大卫还发现，在酒店的顶楼可以看到安娜的住所，这无疑给大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可是，在顶楼下来的时候，被酒店经理发现。大卫不知道的是，这个高傲自大的酒店经理和安娜有着不清不楚的联系。他为了能继续偷窥安娜，特地在顶楼安家，拿着望远镜监视着安娜的一举一动。对大卫来说，只要能看到安娜，不管是在哪里，都是最美妙的地方。只是这次他看到了酒店的经理，甚至爬到安娜的房顶，看到了正在恩爱的两人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经理已经有了家室。安娜在明知道经理结了婚，还甘愿当小三。 Please don't touch me. I'm gay. I'm gay. 女人对男孩发出了约火包邀请，被男孩直接回绝了。女人不依不饶。 Explain the erection then. 男孩眼看谎言暴露，便也不再掩饰内心的渴望。大卫本不想和安娜发生关系的，因为安娜有一张酷似他母亲的脸，和安娜在一起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但是大卫的恋母情节又让他不得不顺从，他依旧会在夜晚偷窥安娜的生活。只是酒店经理经常会来摘套子，他不甘心，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将安娜抢过来。如何能增进两人的关系？那当然是喝酒啊！大卫凭借着对安娜的了解，深深牵动着安娜的心。酒过3巡后，两人的眼神都有些深情。安娜也趁着酒劲，将大卫邀请到了她的家里，伴随着舒缓的音乐，两人也顺利走到了一起。这一夜对大卫来说，注定是美妙的一晚。此后，他和安娜越来越近，也不再拘束于家里，只要是来了兴致，酒店也不是不可以。
此时的大卫就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。只是安娜与大卫情投意浓，疏忽了对酒店经理的感情，两人陷入了争吵。大卫眼看时机不对，翻过窗户闯了进去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他也暴露了偷窥安娜的习惯。安娜一时间无法接受，将大卫赶了出去。好在大卫凭借着真心，再次赢得了安娜的信任，两人也再次重归于好。安娜还穿上大卫母亲的衣服，活在回忆里才是最伤人的。大卫哭了，他太过于思念自己的母亲，活得太累了。此后，大卫与安娜无话不谈，两人也时常会坐在房顶，观察他人的一言一行。不过，美好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大卫的父亲和继母就找了过来。父亲破产，需要大卫签字才能挪用母亲的遗产。在这一刻，大卫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，被狠狠地抛弃。他将继母绑起来，扔到了湖里。只是他的心里还有一丝怜悯，再次将继母救了出来。家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，他只能再次找到安娜，和安娜一起过着属于他们的两人世界。